块试食啊，两位过来啊！免费试吃。肉干作为澳门手信的人气王，常年霸占试吃榜 C 位。试下呢只牛啊，呢只好好食啊，呢只牛好不好吃啊，哥？非常好。我朋友想试一下这个。咸中带鲜，鲜中带甜。之所以稳居澳门手信销量亚军，源于它能带来咸鲜甜三重奏的味蕾体验。It smells good。这个稍微香一点，口感比较软，非常的弹，非常有劲道，非常好吃。澳门肉干的馥郁香气早已传遍全球，但它其实并不生于本土。这跨海而来的游子，根在岭南与南洋。20世纪中后期，借移民潮泊入澳门，自此与这片土地共酿新生。澳門第一個肉乾係喺新加坡傳入嚟嘅，嗰個肥肉比較多啲，因為那個年代窮啊，吃肉的人不太多，之後就變咗澳門人做嘅肉乾。移民味覺的落地生根，離不開本土手信人採百家之長，憑巧思再造經典。梁振光從事肉乾製作超過30年，憑借肉乾的生產技藝，成功拿下澳門第1張肉乾生產許可牌照。我哋又到咗一個新嘅地方啦，跑咗20-30個地方。只要得閒，梁振光必背起行囊，奔赴各地肉乾工坊，深入探秘交流技藝。這一次，他帶着兒子踏上的正是百年非遺肉香的傳奇之地——廣東梅州大埔百侯鎮。俾多啲，問多啲。我們每天都是用新鮮的牛肉。厚度大概多少啊？2毫米左右。為什麼切了2毫米呢？因為醃製比較入味。先把這個肉鋪到這個架子上，要烤2次。要烤多少時間？第一次烤的時間很短的，烤成半乾以後放在那邊烤第2次，一共要烤4個小時左右。見過最傳統的你這樣做法。百侯牛肉乾是客家風味特產，迄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它的製作工藝簡易，將牛肉去筋膜脂肪後切成薄片，滷製用滷湯醃製，焙乾炭火上文火焙，烘烤鐵櫃式烤箱中烘烤等工序。百侯牛肉乾以其色澤棕黃泛紅、鹹甜適中、清香鮮美而聞名。有一點硬，咬得動，小孩就難吃了。烤肉乾究竟誕生於何時何地，早已難以考證。但在粵東地區的數家肉乾老鋪裡，至今仍存續着源自南唐行軍乾糧的活態傳承。帶一點嚼勁。我們這裡都是喜歡這種乾香的。所謂眾口難調，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哦，原來有好多文化唔同嘅，可以翻去再研究下，睇下點樣再做得更好。肥肉係咪一斤啊？呢邊要。從清平直街的小作坊到工廠大廈的大車間，梁振光如今的日常主戰場已經從昔日的前鋪後房模式轉移到了現代化製作工廠。美國啦、巴西啦、阿根廷啊、荷蘭都有魚嘅後腿嫩滑啲咯。經過10多年的環球探尋，無數次的嘗試與調配，梁振光憑借摸索出的經驗，將豬後腿的彈跳肌鎖定為黃金部位。鮮肉處理成肉碎後，需迅速在模子裡鋪平。這道鋪模工序成了梁振光父子間的博弈戰場。
呢個係5毫米，不同嘅厚度，不同嘅質感。因為咁嘅厚度，覺得嗰個質感係會好啲。我哋肉乾係追求健康，所以盡量都係200啦，100%係純豬肉做。肉干的制作非常繁琐，光是肉的比例、肉的厚度就是一门学问。梁英杰跟着父親學習製作烤肉干已有6年，可他鋪模的手勢依舊入不了父親的眼。嗱，喺度就依個掌心嚟推，加乜手指係推嘅，感覺到均唔均勻啦，衰仔。好似一個膠水咁，佢會平滑啲咯，比較易走啊。喺一個厚薄均唔均勻，用手個感覺係比器皿靈感啲，準確度高啲。好，做呢個乾超過10年以上咯，無數次咯試驗。如果你唔用嗰個手去感覺呢個步驟咧，佢就會凹凸不平，燒出嚟個效果就會冇咁好。鋪模不均匀，會導致成品肉干厚薄不一，生熟不均。肉鋪好之後放進烤箱，用低溫烤就大概80度左右，變咗會有叉燒或者係臘肉嘅味道。低溫烘烤5個小時，烘乾一面翻轉之後需要再烤7個小時。肉的肌纖維會逐漸水解，這樣既能更好地保留食物中的營養成分，又能充分激發肉乾的鮮香味。呢個就係啱燙出嚟嘅浸咗汁嘅肉乾。花費12個小時烤出來的肉乾還不是最終的成品。要想肉乾具有獨特的風味，還差最後一步。最後個程序都係用炭燒嘅，烤肉都係靠經驗同埋火候。有過廚師從業經歷的梁振光，對火候的把握得心應手。當果木炭溫保持180度時，肉乾裡的油脂瞬間迸發，擁擠着冒出。肉乾的表面迅速焦化變硬，5毫米的厚度形成天然熱防護層。用咗大概6年時間，不斷喺個嘗試，今日得出嘅成果就係我哋認為最靚嘅肉乾。啱啱烤出嚟嘅肉乾，外表有少少焦糖味，裏面係淋滑的。成功製作出屬於澳門的肉乾後，2024年，梁振光又和弟弟一同獨創出另一種澳門風味——脆肉乾。可以透光嘅，見到人嘅肉乾，小朋友啊、老人家都可以食嘅，1毫米左右嘅厚度。裡面包包子。薄薄的肉片穿過高溫烘烤機，240度的熱風衝擊，使水分在0.8秒內蒸發，肉乾迅速脫水熟透，成就澳門手信界的新寵——會唱歌的脆肉乾。大概一日係賣一間鋪100斤左右啦，都係唔夠賣。脆肉乾既薄又脆，咬下去是嘎吱作響，酥脆掉渣。這種聲音似乎具有魔性，好呀，非常的美味，觸動着每一個人的心弦。我自己都中意食嘅脆肉乾，又香又脆。一片肉乾的蛻變史，是澳門人將粵地炭火、南洋醬料萃於世界各地肉質原料的智慧。木炭爆裂的火星裡，裹挾着煙燻氣息的肉香仍在街巷彌漫。但如今，穩坐澳門手信銷量榜首的，卻是一顆同樣被炭火烤製的小小杏仁餅。這粒圓餅正以年均上百噸的產量，悄然改寫着澳門味覺經濟的版圖。早上9點，大3巴周邊的手信店鋪陸續開始了營業前的繁忙準備。此時，各餅店中炭火烘焙的香氣，隨着微風在街頭巷尾彌漫開來。
依家都係手工做咯，所以做出嚟嘅量係一定會少嘅。特別嘅味道就係肉心啊、蛋黃呢啲就會限購一人一盒。杏仁饼作为澳门最畅销的手信，几乎在每一家饼店、商超都能觅到它的踪影。走进大三巴、官野街，每位访澳游客都会被推荐品尝。但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之前的杏仁饼，既没有杏仁，也不存在炭香，甚至都不算澳門特產。其實都係大家會問點解杏仁餅冇杏仁，所以就嘗試下加杏仁。以前係用肥豬肉去做餡嘅，同埋鹹蛋黃咯。咁可能依家食嘅口味都追求健康啦，咁所以就可能杏仁粒就會比較受歡迎。杏仁饼起源于1918年的中山时期，它的兴起和早期珠三角移民占到80%不无关系。其实最初是绿豆饼，内馅采用糖腌制的猪油。杏仁饼真正融入炭香与杏仁香味，是在澳门本土完成的。1935年，中山人黄杰斌在澳门首创以传统木桶炭烧工艺制作杏仁饼。到了1960年，黄杰斌的第2代传人不仅增添了杏仁，还保留了炭烤的独特风味。自此，黄家开创的这种澳门炭烧杏仁饼便被各大小饼店传承至今。醉香餅家係1957年由我外公外婆創立啦，咁我外公就負責打餅啦，咁我阿婆咧就用擔挑周圍去賣嘅。位于澳门半岛夜眸街的这家饼店，自从澳门实施自由行政策以来，每天开店前门口便排起了长龙。之前妹妹来有买过，她说很好吃，所以叫我再来。一亲戚買翻過去都好食，這邊比較可口。手工制作、木桶炭焙、现烤现卖，这些是谭思颖外公当年定下的制饼铁律，如今已演变为吸引人们心甘情愿排队等候的诱惑3部曲。我哋最老個師傅都已經做咗40幾年啦。今年28岁的谭思颖自澳洲留学归来后，作为第3代传承人，为这家老饼店注入了新的活力。炭烤杏仁饼的第1步是打饼，这一步讲究力度的精准把控和动作的流畅连贯，放、压、刮、敲，一气呵成。那个力度刚好就行了，不能太大力，压的要均匀一点。在师傅们乒乒乓乓、富有节律的声响中，一个个杏仁饼脱模而下，整齐地平铺在簸箕上。紧接着，便是决定杏仁饼香气与口感的关键步骤——炭火慢烤。30分鐘左右就得㗎啦。種金黃色嘅話就係最好嘅，啱啱好。刚刚烤好的杏仁饼，表面微微焦黄，散发着悠悠的杏仁和柴炭的混合香味。在谭思颖与舅舅的坚持下，这颗杏仁饼也承载了70年的味觉记忆。2020年，最香杏仁饼制作技艺被列入澳门非遗清单。为丰富口味与口感，一些饼家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出多种新口味。位于清平直街的这家老字号里，冒叔20年来如一日，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开始杏仁饼的制作。打20年，超過2億嘅。冒叔这20多年的打饼经历，
让他对杏仁饼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遵循最高標準。我啲都係倒兜法咧，一格兩刀，最多2刀3刀，輕力硬噶啦，用力壓佢咪實啦。近20年來，像茂叔這樣的制作傳統杏仁餅的師傅們不斷改良工藝，將杏仁餅從原來的單一品種發展成如今的近10種不同風味。鹽味啦，蛋黃啊，蛋黃肉鬆啊，肉心啦，肉鬆蛋黃啦，一個黑芝麻啦，個海鹽啦，有個棋子餅，即係多啲口味，多啲人選擇。早期的杏仁餅烘焙後口感偏緊實，這讓老人和孩童難以消受。如今，經過像茂叔這樣追求品質、不斷創新的老師傅改良後，豐富了大眾需求。改良係好多噶啦，改良咗就比較鬆化啦、香滑啦，冇咁甜啦。老人家啊、細路啊都啱好味嘅。呢個餅依家抽水要1個鐘，抽乾水分然後加猛火15分鐘，烘到佢金黃色就熟噶啦。手作者必須遵循炭火慢烤的工藝，這種不計時間成本、對火候精準控制的高要求，讓這家老字號的杏仁餅快速脫穎而出，成為澳門同行業中銷量最多的手信。3盞燈街區，圓形廣場中央的4盞燈俯視着加路米耶原型地。這片在上世紀60年代興起的小緬店，交織出獨特的僑民味覺圖譜。Hello， 係，老細，賣龍鬚糖，係，呢個俾要2盒啊？呢2盒，係，OK。龍鬚糖是中國的傳統小吃之一，已有2000多年歷史。因糖絲雪白纖細，如降龍之鬚，又有龍鬚酥的稱呼。在澳門，龍鬚糖有個響亮的名字，糖中之王。阮銀釗便是這糖中之王的製作人。糖就係我哋嘅就粟米糖啦，呢個粉呢就木薯粉。把糖塊拉成細絲可不簡單，需要很高的技巧與耐力。拉嗰陣時咧，其實就可以急嘅，叫佢做陰力。拉幾下咧，我哋要上粉啦，就買啲粉啊，防止佢黏翻埋一齊嘅。軟軟的糖絲在阮銀釗的手中翻飛，此時他就像藝術家在塑造一件珍貴的藝術品。反覆打圈咧，18至20個圈咧，個條數咧其實好多幾萬條啊。個絲越細咧，入口咧就會即溶。做好的龍鬚糖，萬縷糖絲綿密似龍鬚，入口即化，酥鬆甘甜。阮銀釗做龍鬚糖已經14年了。其實這位年輕的老師傅剛開始也是不想接手家族店鋪的。2000年咧過咗英國學啊，2011年返咗澳門，開始跟爸爸學做龍鬚糖。其實亦都冇呢個打算去繼承呢個事業嘅。因為朋友的一句話，讓原本繼續生物專業的阮銀釗猶豫了。我朋友話：如果你阿爸做咗10年啦，咁可能佢退休咯，澳門就冇龍鬚糖噶咯。接手之後，阮銀釗覺得只有原味的龍鬚酥太寂寞，他根據年輕人的喜好，創作了全新的龍鬚家族。原味、黑芝麻、肉鬆、朱古力。在家附近的小街上，阮銀釗經營着小檔口，每天上午拉糖，下午開檔。澳門通好嘛？卡都得，要1盒係嘛？要1盒。如今早已繼承衣缽的阮銀釗只有一個夢想，想將龍鬚糖嘅街邊小食嘅形象咧，將佢改變，俾佢升級做一個更加高級嘅手信啊，就唔好浪費糖中之王嗰個稱號。作為手信咁，買到2包啦。在澳門的常住居民中，
有近80%的人使用粤语，吃粤菜、饮红茶的习惯与两广一脉相承。茶叶因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制作工艺，分为不同的种类。在众多的茶叶中，有一类加入了水果香味的果茶，打上了澳味标签，把老广喜爱的荔枝香与西方人偏好的红茶结合在一起的荔枝红茶，成就本土特色。荔枝红茶，自己喝喝，给家人喝喝。对，是专门来的。首先用紅茶啦，再經過烘焙咧，然之後噴入啲提煉咗嘅荔枝汁，香氣獨特。荔枝紅茶茶湯紅亮透明，回甘有特別的荔枝味，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所青睞。冇果肉嘅茶味會濃啲。I'm from Belgium, in Europe. I work here. We have the lychee one. That's for my girlfriend. And then I have the peach one. That's for me. 荔枝红茶是代表澳门风味的茶饮之一，在澳门已經銷售了近70年，直到今天仍然是許多旅澳遊客的首選。2020年年尾嘅時間咧，大家都買30-40包翻去送禮，就個產品突然間急升。咁我哋最高嘅銷售量咧係4000幾包一日，差唔多1噸一日。在澳門，除荔枝紅茶之外，最出名的莫過於普洱茶97磚。白黑一般來講加水大概1分鐘。上世紀50-6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國百業待興，茶葉基本上是唯一能夠賺取外匯的商品。廣州的朋友咧邀請我哋做茶啦，你社會關係比較熟悉，行業你又拿捏得咁好，做茶幫手將我哋中國嘅茶發揚光大啦。曾志輝先生應友人之邀，成立茶葉公司，建立茶葉外銷渠道。因售賣的茶葉質量好、品種齊，曾老有了澳門茶王的稱號。曾老曾是酒業的酵母專家，對於茶葉的發酵算是本行。正是得益於此，曾老的97華聯磚成為了茶葉公司的看家寶貝。97的時候，那個茶葉特別的好，茶葉的原材料我全都收購了。1997樽，這是500克的，它的味道很厲害，很有霸氣，那個湯是很美，甘甜的。它太濃的時候，可能醉茶很辛苦。曾老年事已高，不再留戀江湖。除了茶葉，用泡好的茶製成的果凍也是本地特別的手信。大家都習慣咗就係美食節完咗啊，咁然後就會過嚟我哋攤檔度買一盒。台唔使開住。臨近5月21日國際茶日，曾比健和同事們也忙碌起來。搞咗呢個戶外嘅圍爐煮茶活動俾市民啊或者遊客可以參加，咁就認識多啲茶咯。第一場係60個人左右咯，今日會係150人。曾比健是茶王的孫子，自英國留學回到澳門後，每年都會主持操辦這種半公益性的活動。我而家就乾杯，荔枝味，咁好舒服。這時，茶凍必須登場。Q 好啊，Q 好。爆裂的陽光底下，微甜的茶凍既消了暑又填了肚，算是一舉兩得。不過，茶凍並不是曾比健首創的。係我媽媽創立出嚟嘅，等我哋學茶嗰陣時唔會因為血糖低啊或者空腹俾啲小朋友去食嘅，差唔多有20年歷史噶啦。打小就聞着茶香長大的曾比健，遴選做茶凍的茶葉極其偏執，以茶香為主，盡量突出個茶味。最出眾嘅茶，我就揀嗰隻。所有嘅茶我哋淨係沖一泡咯，啲茶味咧已經出晒嚟噶啦，
再泡都係得個苦澀嘅味咯。做好的茶冻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茶香。每隔几天，曾比健就要出门去青茂口岸的商业楼，自助售賣機補一補貨。为了增加自家茶冻的零售渠道，曾比健幾年前也趕了自動售賣機的時髦。呢啲就係我哋賣嘅果凍包裝好嘅咯，果凍都可以帶走嘅，佢可以過關冇問題嘅。茶葉成為了曾家3代人為之奮鬥的共同使命。守信的使命從來不止於國父。100年來，守信之信是游子歸鄉時行李箱的聲響，是手推車上花生糖粘住的童年記憶。當甜蜜使者以糖絲為線，將四海相逢的故事揉進0.3毫米的肉脯雞裡，方寸之味變成了流動的澳門故事。